今天我要来做晒高丽菜干，这个是我在市场买的高丽菜，先把它切断以后，再把蒂头切掉。高丽菜因为有很多的农药，所以我们还是先把它洗干净，像这样一片一片把它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拿到太阳底下晒。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有机的高丽菜，或者是自己种的高丽菜，就可以直接拿到太阳底下晒。洗好的高丽菜，我们可以先抖掉一点水分。碰到像这样比较大片的叶子，我们可以用手把它稍微拨一下，到时候煮汤或者做料理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像这里碰到比较粗的梗，我就用剪刀稍微剪一下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晒干。如果不剪也没有关系，就多晒几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例如这个中心的部分呢，一层一层的，我们稍微拨一下，等一下晒的时候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容易干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高丽菜晒了一整个下午，它现在已经变软了。高丽菜干曝晒1天以后，我现在把它拿到厨房，把高丽菜干分次的撒上盐，这个是海盐。用力的搓揉一下，它会出水。我今天做的是一整颗的高丽菜，我分次加入盐，给它抓一抓。放了盐以后，高丽菜干会渐渐的出水，把它像这样用力的搓揉一下。搓过的高丽菜干之后，在晒好的时候呢，它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弹性。现在我已经加入大概50公克的海盐，因为我今天晒的是一整颗的高丽菜。如果你晒更多高丽菜的话，那就要再酌量加一些盐，盐分够它比较容易出水，当然也不能够太咸。感觉这样越搓它越 Q， 有这样 QQ 的声音。很有弹性，哇！这高丽菜，你看已经有点湿湿软软，而且摸起来 QQ 的，好好玩。有咸度，好，这样不错。搓好盐以后呢，它就会渐渐出水，我们可以把它放1个晚上，那也可以用盖子把它这样盖起来。到明天早上它就会出水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手把它这样子用力把它挤干水分，就可以继续放在太阳底下晒。
高丽菜用盐腌了一个晚上，那它的颜色会变深一点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现在我们把它平铺在阳光底下晒。晒高丽菜干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情况，尽量不要让它淋到雨。如果知道快要下雨，就要把它放到房子里面。但是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阴天慢慢让它阴干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不要淋到雨就好了。如果最近几天连续都会出太阳的话，那这样做高丽菜干就会非常适合，因为高丽菜干接受阳光的洗礼，它会有自然的香味，这样做出来的高丽菜干会更好吃，而且它会干的速度比较快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让它曝晒在阳光底下。今天是第一天。今天是第二天，高丽菜干变比较干了。如果你摸到像这样有黏黏的情况呢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高丽菜它自己产生出来的糖分。今天虽然是阴天，晒不到太阳，那我们把高丽菜干放在淋不到雨的地方，因为在户外它还是保持一种通风的状态，它还是会继续变干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，以免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物啊，或者是蟑螂啊、老鼠啊，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爬来爬去，所以晚上的时候我还是会把它放到房子以内，等到白天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晾。哇，这高丽菜干现在已经变得很干了，像这样子脆脆的声音。这高丽菜干闻起来好香啊，有太阳的香味，好棒！现在我把高丽菜干放进密封袋里面，接下来就可以放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，这样就可以保存更久哦。这个是我在菜市场买的高丽菜干，它颜色看起来白白的，吃起来有一点点的酸味。这个是我自己晒的高丽菜干，颜色是淡淡的咖啡色，有太阳的香味，这个吃起来是更好吃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另外起一锅水，把刚刚烫好的排骨倒到水里面，先开大火，接着放入姜片。如果你想要把姜片切成姜丝也可以，再放一些适量的米酒去腥。我只有先放少许的盐提味一下，因为高丽菜干它是有咸味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先不要放太多的盐，以免等一下太咸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盖子盖起来，转成小火，我们先炖大约40分钟。这个排骨我已经炖了将近50分钟，已经变软了。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吃 Q 弹的口感，你也可以只炖40分钟。这是刚刚洗好的高丽菜干，现在我们开大火，放下高丽菜干，
我是等到排骨炖软了以后，在最后的10分钟再把这个高丽菜干放下去。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跟排骨一起炖的话，比较不容易吃到这个高丽菜干它这个脆脆的口感。如果在炖煮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水已经蒸发了，你也可以再适当的加一点点的水。现在我们先把锅盖盖起来，我们先让它大滚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喜欢吃脆脆的口感，我们就炖5分钟。那你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的话，你就炖10分钟。我们现在开中火，用盖子盖起来，让高丽菜干的甘甜的味道，还有它的咸味炖到排骨汤里面。炖了3分钟左右，我先把盖子打开来，稍微拌一下。这高丽菜干排骨汤的汤头非常的甘甜，好喝哦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，因为我都闻到这个高丽菜干的味道。我们也可以放一点点鸡精，如果不够咸的话，这个时候才加一点盐，因为高丽菜干它本身已经有咸味了。满满的高丽菜干的香味，很好喝哦。也可以适量的放一点点糖，也可以放一点点的白胡椒粉。